你是不是深蹲蹲了好几个月，但是重量还是卡在同一个数字，练到怀疑人生，可是重量上不去就是上不去，就跟数学一样，不会就是不会呢？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就是每次做深蹲的时候，在蹲到底之前都觉得，这个重量好像还好，好像还可以再更重一点。可是，一蹲到底部之后，就好像力量突然消失了一样，很艰难的才站得起来。放回深蹲架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太重，实在是太重了。其实很多人以为只要多做几组，或者是用同样的重量练久一点，就可以慢慢的加重，突破原本的重量。结果练了好几个月，但重量还是一样上不去。而且不只是你，其实9成9的人都是卡在深蹲的最底下，然后觉得很重，站不起来。那里基本上是大家卡关最常卡关的一个地方。我有个学生，他深蹲的重量也卡在60公斤，卡了很久。后来我用3个方法帮助他突破深蹲的重量，他就可以蹲到100多公斤了。那这3个方法是什么呢？首先是第一个，安排强度交替的训练，不是每一次都是要练10下或者是12下之类的，要有重跟轻的区别。例如说今天要做重一点，做3到5下的动作，然后隔天做比较中间重量的动作，大概是6到8下，最后一天可能做个轻的重量8到12下之类的。那关于这个强度交替的训练，我之前已经有拍过一次影片了，我就放在资讯栏的连结这边，你可以点击来看。再来第2个，就是要补足弱点。补足弱点其实有很多的方式，例如说，你可以从训练课表里面的回馈数字看出来。例如说，你可能做 RDL 可以做很重，做深蹲做很轻，那就有可能代表说你的大腿前侧的力量比较小一点，导致重量上不去。或者你可以安排一些爆发力的训练，来提升你对于肌肉出力的效率。那等一下我会教你另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再来第3个，要有足够的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看过有很多人在训练的时候，因为一直都无法突破，甚至可能练很久了，身材都没有变好，结果反而他会认为他的训练不够认真，于是开始加强训练的重量啊、组数次数，加强或者是增加有氧的次数等等的。但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之前有一直提到过。如果你一直练，一周练了3次以上，可是你都没有安排所谓的减量周，那你的身体就会有过度训练的风险。这样子你不管怎么练，重量都会上不去，而且很有可能会受伤。所以疲劳管理一定要做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一集要教的补足弱点的方式，就是像刚刚说的，很多人深蹲会卡在最底部，会觉得在最底部很难出力，所以导致你重量上不去，对吧？那我们就可以用底部暂停式的深蹲来补足你在最底部出不了力的情况。底部暂停深蹲的重量要比一般的深蹲还要轻，因为你到最底部之后需要停留的秒数可以从2到6秒不等。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先从2秒开始，下一周变成3秒、4秒、5秒、6秒这样子。那为什么底部暂停深蹲可以解决你重量上不去的问题呢？第一个，消除反弹作用力。一般深蹲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借由下蹲的那个重力加速度，然后来反弹上去，让你借一点弹力来冲过最底部困难的位置。问题是，如果你的力量基础不足，就算有反弹也很容易卡住，你会变成根本还没有蹲到最底部，就会直接反弹上来。底部暂停式深蹲会强迫你在底部蹲2到6秒，完全消除那个反弹的力量，让你只能用纯粹的肌力站起来。长期练习之后，真正的起始力量就会进步，那你正常深蹲就可以轻松的突破它。再来第2个，
增强底部位置的稳定，还有发力控制。因为很多人卡在底部，不单纯是力量不够的问题，而是核心在这一个角度、这一个姿势下会变得很难出力，导致说你身体不太稳定啊，肌肉难以发力的状况，你的力量就出不去嘛。那借由暂停在深蹲的最底部，增强你核心出力的效率，就可以让你的核心学会在最低点的时候来发力，以及维持你正确的姿势。这会让你在深蹲最底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可以掌控的感觉，而不会有之前那种蹲到底，力量突然消失，站不起来的那种无力感。在第3个，强化肌肉的出力效率。关于这一点，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肌肉跟它的长度所产生的大小是相关的。也就是说，肌肉的长度如果变得过长，它就会变得很难出力。那当深蹲蹲到最底部的时候，你要站起来，可是腿后侧、屁股还有大腿前侧的肌肉都刚好处在一个被拉太长的情况，它们就会变得很难出力。所以暂停，让这些肌肉，在最拉长、最吃力的位置下持续出力，就可以增加你的力量输出。所以，不管你是卡在60公斤、80公斤还是100公斤，如果你也觉得在最底部很难站起来，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在这个角度下，或者是在做深蹲的时候，会越来越稳，而且也可以开始进步了。如果你想要在30天内瘦3公斤，还可以吃得饱不复胖，身材变得更紧实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去订阅我的30天瘦3公斤真正减肥的蓝图电子报。我把我的网页连结放在影片描述栏那边，每天只要3到5分钟，我就会把正确的减肥方法寄到你的信箱。那